杨澜澜的劳斯莱斯和千万豪宅还真算不了什么，这和他家族的万亿级铁矿石配额生意比起来啊，那不就是九牛一毛吗？而这个配额生意，一般平民家庭你根本就玩不了，就连省部级的亲戚他也玩不了，必须得是红色家族，那是顶流中的顶流。今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非常讨厌这样的红色家族，但是你别忘了，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在供养着杨澜澜家族，因为他们决定了中国老百姓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用什么药。如果你不服的话，听完这节目你就清楚了。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8号。这两天全球的华文媒体都在热烈的讨论一位23岁的神秘小女孩。这个人物她可比那个中国广西那个亮正姐那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那个亮正姐不就是一个消防队一个家属吗？她无非是在县城横一横。而这位23岁小女孩她有2个指标，就连这澳洲媒体都被吓着了。首先呢，23岁刚刚毕业，他开的是劳斯莱斯，家里边还停着一辆呢，这种车都是几百万人民币一辆。第二，他这豪宅区是千万级别的，推个窗户正好能看到悉尼大剧院，这房子是妥妥的富人区。你就是一般人家根本想都不敢想的财富，自从他撞车以后据说保释金很高，具体数说法不一，我们就不去详述了。总之，我们就来扒一下他。像这样一个23岁刚毕业的小女孩，为什么在海外媒体热议的同时在中国的媒体，无论是官媒还是自媒体全部消音，你几乎找不到她的痕迹。她神秘在什么地方呢？她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也没有领英账号，名下也没有企业，他简直就是一个隐形人。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你不觉得这个不正常吗？所以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他应该是妥妥的天龙人。说句俗话呢，就是红色家族的后人。今天呢，我们从3个方面来给你深挖这件事儿。杨澜澜家族的生意实际上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咱们先说铁矿石配额生意一年赚多少钱。我找了一下官方的数据，因为有人讲的它实际上就是把铁矿石的生意配额卖给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呢再炼出钢来卖给中国老百姓，而真正的上游中的上游就把握在杨家。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每年进口铁矿石，这是去年的2024年数据是1332亿美金，折合人民币咱必须给中国人聊节目的，得折合一下，是将近1万亿人民币。那澳洲分到多少呢？2024年澳洲出口的中国的铁矿石是800亿美金，而且这个生意它是每年都有。另外我们又看了一下数据，这个杨家它不是一家，真正在西澳地区它有一个圈子，而这个圈子呢就是通称矿物圈子，这里面既有金矿、银矿、锡矿、锌矿，还有其他的矿，甚至还有这个稀土。另外我看了一下数据，在2022年到2023年，这不才过去2年时间吗？澳大利亚的锂产量为40万吨一年，到2025年，澳大利亚支持清洁能源出口收入累计超过400亿澳元，而锂和铜是主要贡献者，而这个就是中国的大买家。那我们来看了一下，澳大利亚2023年政府报告预测，到2027年时，全球20%的锂提炼可能在澳大利亚进行。目前，中国的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都和澳大利亚企业有合作关系。
刚才我们提到2家公司啊，都是中国新能源的巨头。你甭看那些什么小米呀、什么华为电动车啊，你这个电池啊，基本上都要买这个宁德时代或者其他的，而他们的上游啊，就需要这个锂。刚才2家，一个叫天齐锂业，一个叫赣锋锂业，这都是上市公司啊，顶流中的顶流啊。但是你发现没有，在整个这个产业链和食物链中，他们还处在一个中游的阶段。那中国老百姓在这个产业链上，在这个食物链上处在底层呢，几乎是最终买单的人。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数据，除了这些铁矿石啊，中国其他的产品它都有一个配额制，因为人家赚的就是权利变现的钱。那我们来看报告。中国的进出口配额呢，它分3项，一个叫做全球量的配额，第2个呢叫国别配额，第3个呢叫优惠配额。一般老百姓不做生意啊，尤其是不做外贸，你不清楚。我简易给大家扫盲一下啊，也算是科普。首先说啊，你中国有些产品必须进口，比如说铁矿石，比方说金矿，你中国啊产量严重不足。那这就要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配额。首先，中国外汇储备每年就那么点儿，那怎么买多少铜，买多少这个锂矿，这个都是要配额的。老百姓你还要进口粮食啊，进口牛奶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啊，谁来切这个蛋糕呢？那就是发改委和商务部。这2个部门啊，那都得听那个政治局开会，政治局开会，最终啊执行的是红色家族的方案。那我们就想啊，还是举例说明。大家需要铁矿石的时候，首先啊就把这个蛋糕切一块，铁矿石咱假设1万亿人民币，那你这1万亿人民币是要买这个铁矿石，剩下的配额叫做什么呢？国别配额。配额你不能依赖澳大利亚一家呀，还有巴西的那个淡水河谷，还有加拿大、美国，所以说这些任何一个国别后面呢，都有可能站着一个或者若干个的红色家族，任何一个国一个单类就够你吃的。第3个呢，叫做优惠配额。在这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即使前边的总配额蛋糕切完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配额呢？还仍然不够的时候，你就要多交税了，叫做优惠税收配额。这个配额你只要拿到以后一转手啊，那可能就得翻1倍。刚才呢，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中国从澳大利亚去年进口铁矿石呢是800亿美金，785千多亿人民币。这个5000多亿啊，仅仅是澳洲铁矿石一家的。那我们比方说啊，它就是10%的利润，不高吧？10%不就是500亿人民币吗？它一年就500亿。如果人家一直做了10年甚至更长的生意呢？这种生意有人讲了，这不是靠勤奋和智商，而是靠什么？家传，就是你爸爸干这个的，你爷爷干这个的，你就干这个。我们这个新闻人物叫杨兰兰，他并不做这个生意，但是他寄生在这个生意之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数据。除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些数据啊，还有一些产品，我看了一下商务部的网站，还有发改委的网站。中国只要进口这些东西啊，都要有刚才我说的3个配额：全球总量的配额、国别配额和优惠配额。这里面有高端汽车、矿石、原油、化工、粮食、肉类和军火、药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中国在20年前啊，有一位首富，当然只当了一段时间，他是中国的饲料大王，也是牛奶大王。你看中国人基本上都喝过新希望牛奶。他最发家的生意啊，是卖这个猪饲料。猪饲料的原料是什么？中国的豆粕啊都不够，他就得买美国的，买什么巴西的，买什么这个澳洲的。那他这个时候作为首富啊，也不得不向配额低头。所以啊，他在这个政协会议上就提出过，能不能把这配额增加一点，甚至取消？怎么可能取消啊？
这是人家红色家族赚钱的买卖呀。所以说，首付也得上，这是家族进贡，不然你就得不到配额，得不到税收的优惠。第二呢，我也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案例啊，中国人吃的猪肉啊，大概有30%来自于美国，那个叫所谓的六分体啊，就把那个猪切了以后，这个事儿爆出来呢，还是中国的火腿肠大王，叫做那个万老板，那公司叫什么呢？是金锣啊，还是什么火腿啊？河南那个有知道可以告诉我啊。总之，那个火腿公司老板啊，他大量的采购美国的猪肉，而这些都是配额。相对应的呢，中国也有一些东西啊，美国需要，全球需要，它也需要配额，叫什么稀土？你以为你随便就可以卖中国稀土吗？中国稀土2块，一个是江西的铜业，一个是在内蒙古，而江铜集团啊，那就是妥妥的太子党企业下属之一。那都是保利系的，保利系啊是邓家的，是王军家的，也就是王震家的。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内容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买单的。你比方说国外的心脏支架，你在国外卖呢，也许只要几百甚至几千美金，但是一到了中国人手上，那可能会翻10倍甚至更多。怎么回事？这是医疗器械之一，还有一些抗癌药物，中国没有，它只能进口。除了抗癌药，还有一什么治疗肝炎的病，这些药物啊，基本上都是要向英国、以色列、日本啊、美国进口啊，包括德国进口。而进口商这个他就是配额，谁拿到这配额，谁就是躺着就可以赚钱。那真正到了各省医药公司再批发给各个药店，在这家公司再卖给医院，到老百姓手里啊，几十块钱的可能就已经翻了几十倍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些人他为什么在网络上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自信呢？没有名片，名下没有企业，是因为这些人刻意啊要当一个隐形人。在这儿，我和他们啊在国内的时候打过交道，因为在若干年前呢，我们和一家这个红二代打过交道。因为现在我也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呢，为什么叫叠字儿的不参与政治，而且比较高调？确实啊，中共的权贵他有过一个约定，就是一家里边有一部分人去从政，进政治局啊，或者进那个部长、副部长啊，另外一部分人呢，你就去经商。有人讲呢，这叫一家两制，实际上这不是两制，这是叫两头全占。因为呢，你要是光当官啊，没有人做这个白手套，你也赚不到钱，而且赚钱呢也不安稳，万一被查了呢？但是如果你有亲戚、哥哥、弟弟做这个事儿啊，你稍微一倒手，就能和别人呢完成合理合法的把这个资金转移了，权利啊它就能变现了。像叠字儿的，给你举几个例子。老伯的儿子叫伯呱呱啊，他那个老大叫伯吱吱，见过一面，但是没有深交。但这些人呢，相对要比较低调一些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曾宝宝，曾宝宝呢是原来的国家副主席、组织部长曾庆红的侄女，他哥哥叫曾庆怀。哎，我们和曾宝宝呢打过一次交道。你看啊，他自称叫宝爷，明显是一位女士吧？他自称宝爷，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身份那是爷子辈的，而且他在国内开公司的时候啊，那几乎算是巧取豪夺。因为举个案例，他看中了北京郊区的一块地，想开发房产。他有家公司叫做花样年，他怎么能拿下这块地皮呢？这块地皮啊，本身是一个汽车配件厂的厂址，但这地方适合开发房地产。很简单，他做通了北京市的工作，我先把这汽车配件厂啊给你改制收购了，是吧？是完成了第一个。那收购同时，这地皮不也归我了吗？那本质上就是工业用地。好，收购完了以后就开始啊更改规划、更改用途，这个就变成了商业。商业慢慢可以盖写字楼，盖完写字楼啊，它就变更用途，
变更成住宅用地。但原来这企业呢，原来那企业啊，打包一下他就搬到了天津静海，而我的好朋友就是这帮人之一。他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他是北京老土著老北京人，就是因为曾宝宝看上他的这块地了，他这家厂子改制完了，就把这些生产厂商城市产线全部搬到了鸟不拉屎的天津静海县，导致他每天上班要开4个小时，天天骂曾宝宝。你看红三代是不是也一个决定就能影响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这还只是一个例子哈。当然了，这种事儿还比较多。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一国两制啊？是因为在8964以后，陈云说过，咱们呢必须得把这权利传给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会挖咱们的祖坟，这个是血浓于水。所以真正的独裁者并不相信下属的保证啊，你写的什么保证书啊表个态呀什么忠于啊什么拥护啊，那都是一种生存策略。但真正在利益面前，这些人就会出卖自己的老领导，有时候夫妻还互相告发呢，对吧？像那个窑洞时期，康生为了拷打这些人呢，就用一碗葱花面，你只要告发你的老上级，甚至夫妻互相举报，你就可以喝一碗这个葱花面。那时候人饿着3天以后啊，别说葱花面了，你让他喝粥都行啊，那只有互相去攻击。所以说他们认为血浓于水，自己儿子不可能挖自己祖坟。所以说啊，从那时候开始，权贵的孩子就分为了2块，一部分把握权力，另外一部分呢是赚钱。凡是叫这个叠字的啊，什么宝宝啊，什么芝芝啊，什么呱呱的，那都是不参与政治的，所以他们相对比较高调。当然了，现在随着老习的上台呀，这个规则也在打破。由原来他哥哥还是弟弟啊，原来在澳洲嘛，也入了澳籍呢，现在不是也回到国内，也即将参与政治吗？这就说明规则啊，在新时代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他这个家族呢，他往往有一个特性，就是自己经商的孩子呀，你最好别在中国生活，肉身首先你要润出去。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对私有财产保护比较到位的欧洲和美国，他可不去俄罗斯，也不去朝鲜，也不去这个非洲，基本上去哪儿呢？澳洲，把握的是铁矿石和稀有金属，一个家族啊分一摊，只要一个单品，他一年就是几千亿人民币的生意啊。第二呢是澳洲，第二个的事呢是加拿大，第3个是美国，也有一些去欧洲的。自己的孩子啊，无论是孙子辈儿，男孩啊，你可以在国内做生意，或者是进入体制；女孩啊，基本上去玩艺术啊，或者干脆啥也别干，也不开公司，隐姓埋名，你就存着这些钱就行了。家里哥哥用钱的时候，你负责打过来就可以。所以有人讲，宗庆后做过中国首富，他的几个私生子啊，在美国。你要是碰上这种红色家族的后代，你必须得赶紧起立啊，赶紧得敬酒，那得叫一声大哥啊，或者得叫一声大姐，因为你中国的首富这玩意儿说查你他就查你，顷刻之间你就可以不再是政协委员了，你就已经是这个进监狱了。而红色家族呢，他盘根错节，不容易查出。因为我们看过，在10几年前啊，美国的彭博社总结了中国的8大家族，然后下面有500个家庭，这500个家庭你往上数，基本上属于这个8大家族。这几个家族啊，互相有联姻啊，又开合股公司，所以说权力、金钱、性这3样人类稀缺的资源啊，他们是牢牢的把握在一起，老百姓你根本就挤不进去。你说我干到了省长、省委书记，我是省委书记的小舅子，哎，我是他的白手套，能不能玩这生意？玩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这生意产业链呢，它分为几块。首先，国家把这份额拿到以后啊，几大家族分完了以后，给谁呢？红色家族给的是官二代，
就是你省长、你部长或者发改委主任的那个小舅子，这些白手套们，你可以在第二层。第二层他也不干活啊，那谁去干？那就是刚才我们发到的那个什么赣锋锂业啊，什么天齐锂业啊，这些头部的上市公司，就是老百姓眼里的传奇企业家啊，终于干到了中国矿业的前列。在这个产业链上，它只能分到第3级。而这些产品，买小米汽车的啊，买什么华为汽车、买电动车的老百姓们，因为你住房子，你需要用钢材吧？你买家电，你不得用钢材吗？对吧？你家里有人有病了，买药，你能直接从国外买吗？不能吧？医药公司批发从哪儿批来的？份额，而这个配额呢，只能在这8大家族手里。在这儿呢，给大家报一个小料，这些家族啊，这些做生意的人，基本上肉身要保证安全，也防止万一被有些人给清算呢。所以说他们通常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我给你报的料呢，是陈家8大家族也是排名前列。陈云的孙子是怎么在8964前夕通过特殊的渠道获得了美国签证的？这也是刚刚看到的。这是8老之一陈云儿子叫陈元，他当时是中国央行的副行长那后来是当了这个政策银行的董事长，应该叫进出口银行。他的孙子想要出来，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矛盾，天安门这种抗议他迟早解决。以老邓那个尿性他通常不会采取对话，他还是要用开坦克要动这个五步超。既然说总有一番这个腥风血雨他也是担心，如果有一天被清算呢，自己的孩子除了做生意的之外，也有一些要留在海外，这血脉不能断了所以说他就给他的孙子办了一个签证。那谁给他办的呢？是白宫那个特别顾问。我看了一下陈云秘密的为自己的儿子搞了美国签证，送到了美国一个私立寄宿学校。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连护照都没有，更不能随便离开中国。这是89年前夕。陈云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亚洲问题专家叫包道格。包道格是给他办了这个秘密签证。那包道格作为这个国安顾问的中国政策助理，这级别也蛮高的，他总不能干活吧？他把这事儿就交给了谁呢？当时的大使叫李杰明，美国驻中国大使，当时叫李杰明现在这个人已经死了，过世了。包道格说你尽快给这孩子办个签证，这个可是咱们的关系人。然后呢，当时的大使就非常不悦，他说我们大使馆里的中国雇员对这件事非常愤怒，他们非常痛恨太子党因为特殊利益而谋利。你看当时所有中国人即使是美国领事馆中国雇员，他都看不惯这事儿。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看89年到现在30多年了，有变化吗？没有变化。当时是陈云的孙子特殊渠道他到了美国，而现在杨兰兰的富人们，他的父辈把他顺利的放在了澳洲，享受着别人想不到的生活。当中国的23岁小女孩还拿着3000块钱的月薪，看着南京照相馆泪流满面的时候泪流满面的时候，而他呢23岁，住着能看到悉尼歌剧院的豪宅，开着劳斯莱斯还不止一辆。那你告诉我，是谁在供养着谁？这个关系不就一目了然吗？好了，关于配额的生意和大家介绍结束了。有人就问，中国老百姓10几亿人呢，怎么就不能把这500个家庭给它推翻了呢？这就说到一个根本问题了。只要是改朝换代他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流血还是轻的。那中国的老百姓为这个支付代价做好准备了吗？我看应该是没做好这个准备。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
如果您觉得节目还行，欢迎订阅、点赞，然后呢，你把这小铃铛一定要打开，明天我一更新，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了。好，咱们明天见。